搬走了？都搬走了。东子呢？东子哥去帮淼哥搬东西。你们忙吧。你就是这样，借工作谈感情，借感情谈工作，时间久了，你分得清哪局是真，哪局是假吗？何端，咱们上一期的 Say No 啊，收听率第1，而且全台跟同一时间段都是第1。真的？太好了，我们做到了。何端，谢谢。谢我干什么呀？新飞夜话有你在，我特别开心。怎么啦，红手社的？刚才来了个微信，我以为谁找我，一看是个广告。在等某人电话吧？我才没有，好吧？骗谁呢？别人不了解我还不了解啊？说吧，趁我不忙，什么情况？也不是不可以跟你说，你正好过来帮我分析一下，请说。你说这个钱开义哈，他一天没联系我了，他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情况，什么意思啊？哦，我的天哪，亲爱的，你已经患得患失了，你知道吗？这钱开义可以呀，都学会欲擒故纵了。怎么说？我给你分析一下啊。通常在这种情况，如果是我遇到一个人不回我的微信，那我会二话不说登门拜访，然后等他理我的呢，我才不理他。这就叫以牙还牙。但是经验所谈，这都是渣男，钱可义肯定不是渣男哦。所以他一定是有原因的。什么原因？他不会是有危险吧？他不会是出车祸了吧？喂，不是，我不是这意思啊。但你给打个电话问问，真的。你说的对，也许他遇到危险了。对，我得问问他。喂，钱开义。啊，你在忙吗？有什么事儿吗？也没有什么事儿。我是不是打扰你了？就是想问问你今天过得好不好？我挺好的。哦，那我不打扰你啦。我什么意思啊？哎，我给他打过去吧，我感觉他很冷淡，而且并不需要我去见他的感觉。哼，我跟你说，男人就这样，一个比一个善变。没关系，宝贝儿，他不理你，咱不需要，我在啊 ，OK。可我又感觉他内心好像真的很需要我的感觉。我觉得他现在状态不好，我得去看看他。你要这么主动吗？我有这么明显吗？太明显了。不过也没关系，你要是想去你就去呗。你说的对，我走了啊。这也许就是爱情吧。季教授，
心理学会平常都忙些什么？学会里派别分化严重，老一辈力不从心，年轻人野心勃勃。时间过得真快啊！当初我是这么想的，想凭一己之力改变现状。想必季教授年轻的时候，一定也是大有作为吧？什么大有作为凡夫俗子罢了。这么些年，该有的问题都还在那儿，我能防微杜渐地做好自己的事情，已经很不错了。你平时也玩国际象棋？对，但玩的不多。陪我玩一局。行，我们赌一局吧。赢的人可以向对方讨件东西。可以。哎，年轻人心下。让。哎，季教授怎么也会喜欢下国际象棋啊？年纪大了，总得有个爱好，活跃活跃脑子吧。开始吧。下得不错呀。我学生里很少有人玩这东西，赫顿就玩不好这个。确实，赫顿不太喜欢玩这些。这么了解，你跟他沟通的怎么样啊？我跟他表白了，但是被拒绝了。你这么优秀，也不愁女孩子喜欢吧？王车一位，我晚一步。季教授呢？当年是怎么追到季夫人的？我没结过婚呢。我上次在您家看到一个紫色的镯子，还以为是季夫人的呢。一个朋友给我的。只是一个朋友吗？身后，这能讨点什么呀？这么别致，手工做的？对，平常自己喜欢做一些手工，爱好吧。雕虫篆刻，具体而微。能掌握这个的，也是付出了别人理解不到的辛苦啊。将军，有什么就直说吧。你敢保证你没有半点私心吗？借工作谈感情，借感情谈工作，时间久了，你分得清哪句是真哪句是假吗？那为什么放弃的不是《星飞夜话》呢？淼哥，只要咱们大家在一起，做什么节目不一样啊？是啊，淼哥。我们的默契程度，别的组能和我们比吗？不能够。小丽说的太对了，咱们就应该趁这个机会让台里的人看看，咱们几个可不是什么软柿子，随便让人拿捏。同时弹射对对敌。哎，
喂，谦哥，我录到一个特别好的新闻素材，现在给你回去做宣传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来晚了。你看看这个，你脸怎么了？我这路上摔了一跤，没事，小伤小伤。你看这素材，你看这几张，咱们开始吧。小花衬衫，一个人在这喝酒不闷吗？东子他们跟你说了， 2杯扎啤，谢谢。你好，这是您的酒，谢谢。谢谢。不客气，请慢用。其实无论从前做时间访谈，还是现在做心扉夜话，我都有一种感觉，我应该好好把握住它，我也想好好把握住它。问你个问题，你是因为我才放弃时间访谈的吗？后头你别多想，这件事情我没有多想，我知道肯定因为我。跟你说实话吧，其实我来这个节目也是因为你。我觉得《心扉夜话》这个节目的价值跟意义早已远远超过我们2个在一起搭档的意义。如果有一天我们2个不再搭档了，你还希望这个节目存在吗？当然，而且我希望这个节目可以越做越好，因为有那么多听众现在需要它。好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会放弃时间访谈，但我相信，只要是你前开一做的决定，一定是对的。我会支持你。其实那个时候做时间访谈，每一期都有话题，也有热度，但这些话题都是围绕着一些高知名流。但是对于现在的我而言，能够让更多的听众说出自己想说的话，这远比某一个人的输出价值要更重要。况且有那么多的听众，通过咱们的节目，变得更开心、更勇敢。他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那些苦闷，通过我们的节目得到了疏导，所以我不可能轻易放弃心扉夜话。这个选择早已不是我一个人的选择。我能看出来，张淼走了，你很难过，对吧？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。人生很长，这一站还有很多人陪着你，包括我。酒量可以啊，小花衬衫。再来4家。
看上去谢谢不错啊，跟之前有很大的变化。你看，我给自己换了个造型，也买了一些新衣服。我原本以为自己不会喜欢这种有一点少女的颜色，但是这样的颜色好像确实会让人心情明朗一些。我也试着把注意力放到其他的事情上面，我觉得事情应该是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吧，对吧？当然，我能看出来你比之前有精神多了，也有试着改变，这是一件好事儿。还有吗？还有什么其他的改变可以分享一下吗？那个男人他又来找我了，他把我拖到角落里，威胁我。即使我哭着谴责他对我做过的一切，他竟然说我们是两情相悦，他是经过我同意的，我们是互相喜欢的。但是你知道的，我没有。我知道，并不是这样的，你是被胁迫的。可是他就是把事情说的那么理直气壮，这让我觉得我彻底完了。你说，我都已经做了这么多改变了，可是为什么他还是不放过我呢？他为什么还是要这样对我？他为什么缠着我不放呢？李薇，你有试着把这些事情跟别人倾诉过吗？没有，你知道的，那会毁了我呀。而且就像那个男人说的，即使我说出去了，也没有人会相信吧？是有发生什么吗？才会让你有这么笃定的答案？因为我知道的，我不够他们的标准。标准？他们的标准是什么？还是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才能够达到他们的标准？你有没有见过这样一种女孩？她们从小到大就是乖乖女，在父母的安排下按部就班的升学。来，大家把手上的工作停一下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新来的同事小小，以后你们要好好相处，继续加油。恋爱？怎么了？肚子难受了？贴这个，贴完了好一些。结婚，甚至是可以预见的怀孕生子。他们这类人好像完全没有欲望，也没有心机可言，家里条件不错，甚至可以说是很好，以至于从来不需要为钱担心，更不用着急往上爬。可能他们真正需要担心的，就是手里这杯奶茶到底要加几分甜度而已。他们总是很天真，就好像从小到大一次都没有遭到过社会的毒打。你说，一个女孩得有多幸运？才能成长成像他们这样啊？所以你改变了造型，你认为只有变成他们所谓的乖乖女孩，才能够达到他们的标准，对吗？是啊，我觉得，可能只有我这样，他们才会相信我吧。你现在可以想一想，你觉得你跟他们最不同的3个特质是什么？你可以把你想到的写在这3张卡片上。
总这单大生意，对于我们部门的绩效至关重要。2个月，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样的办法，这单必须给我拿下。你们也知道，从上个月开始，部门主管的位置就一直空着，机会嘛，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。总监，这个单子能不能交给我试试啊？以前的我，从不抗拒欲望，也不掩饰自己的野心。我承认我想要爬得很高，哪怕我明明知道，有时候爬得越高，我再敬你一个，敬大家。李薇，你是不是想说，爬得越高就会摔得越狠？哟，薇姐，今天打扮这么漂亮呢？不然你这样，真不怕我们把持不住啊？难道就只有今天吗？哎，不是，那当然不是。我这样算不算轻浮啊？你其实已经拒绝了他，你只是用了一种假装不在意的态度拒绝了他，你并没有允许这个男人进一步触碰你。可是我并没有直接推开他，这就成了我的不对。所有人都会抓着这一点不放，都会指着我的鼻子骂，这都是你自找的，都是你活该。老师，你说，这一切是不是真的都是我的错呀？当然不是，错在那个施暴者，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。也许吧，但有的人才不关心这些呢，他们只会说，听说刚进公司就着急往上爬，我看手段不简单的。我听说他跟新来的客户还有桃色新闻呢。他晚上喝这么多，太不检点了吧？你觉不觉得那个齐总好像对李薇有点意思啊？什么呀？齐总那么好的条件，要真看上他，那就是他捡便宜吧？是啊。装什么装啊？嗯，你要是真的清纯，穿的这么露干什么？李薇，李薇，贺老师，你看，我还什么都没说呢，他们就给我安上了这么多罪名。因为我想往上爬，因为我没有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，因为我不是他们说的那种好女孩，所以，其实不管我说不说出真相，结果都是一样的。这一切都是我自找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假设一下，如果事情发生的那一天，你穿的没有那么的暴露，你变成了他们所谓的那种乖乖女孩，你认为会发生什么？美女，举杯吧。啊，对不起啊，齐总，我真的不太会喝酒。不能喝呀。哟，这不能喝怎么谈事儿啊？齐总，您别生气。什么情况啊？嗯，我跟你说啊，这酒你要是不喝的话，
可就是不给我面子了。嗯？啊，没有，齐总。齐总，我敬您啊。嗯，再喝点。哎，这多好啊！能喝咱们就能谈事情嘛，对不对啊？不错啊，叫李薇是吧？来，我再敬你一杯。所以，无论你多想往上爬，无论你把你自己包裹得有多严实，无论你把自己变得有多完美，可你依旧是你，你依旧无法改变那个施暴者的想法。你可以认为你不完美，但你不能因此觉得是自己的问题，你知道吗？强奸案的发生有且只有一个原因，那就是强奸犯。现在我们再看看这3张卡片：欲望、轻浮、我不完美，这是你写的。我想现在你可以把它们全都撕毁了。这些词语很可能成为日后别人攻击你的匕首，也很可能成为施暴者犯错的借口。很好，没有任何人可以否认你之前所经历的伤痛，同时，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因此而否定你。做的怎么样啊？哎，就那样。齐总好。哟，小薇也在啊，好久不见了。哦，对了，有个事情我要问你一下，你给我的这个投资方案呢，我看了，但是里面有个问题，我一直不太清楚。你们部门为什么要把我20%的投资放在科技板块上，而不是之前说的互联网板块啊？嗯？齐总，这个问题1句2句解释不清楚，我回头让总监给您答复。齐总，对不起，没撞到你吧？没事吧？装的清纯，穿的这么露呗。李薇，李薇，别碰我！我马上到。怎么了？装什么呢？那天你不是挺享受的吗？你让我觉得恶心。
是互相喜欢吗？我是哪儿做的不好啊？我可以做得更好，真的。在打出第一个字之前，我有过无数个夜晚的挣扎。我也曾想过，让曾经的伤痛随着时间烂在心里，但那些伤疤总是提醒着我，妥协是对自己最大的伤害。也许我的经历被说出来之后，不会得到大家的理解，但我还是想让更多人知道，一个恶魔的罪行。我被人侵犯，他趁我醉酒的时候侵犯了我，感到害怕，我动弹不了，根本无法反抗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我很清楚，我是不自愿的。也许当我说出事情的真相的时候，没有人会相信我，但我想我必须说出来。为什么施暴者还可以高高在上，装作无事发生？为什么受害者却小心翼翼，甚至自我谴责？今天我写下这一切，不是为获取什么同情、什么关注、什么认可，只是因为我知道，你要知道，这不是你的错，没有任何人可以否定你之前所经历的伤痛，同时，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因此而否定你。我会支持你。这不是我的错，也为了让更多和我同样经历的姐妹知道，这不是我们的错。叶先生有那么巧，我先走着看吧。都到齐了。叶都齐了，老叶，那咱们就开始吧。我今天是来旁听的，我一个编外人员，今天就是来做个见证的。你们开始吧。您谦虚了，当初要不是姬明聪，你也不会。今天不说这个。
今天的主题是举荐新人。叶先生是明月入怀，恢阔大度呀。倒是听说过温良这个人，年轻有为，算不了新人。毕竟没正式露过面，声望还是少了些。社会要发展，总是需要接触点新东西嘛。温良有能力是个好事儿，我们可以推波助澜。只不过是这姬明聪，你们只管负责操持投票，其他的问题我来解决。有您这话，我们几个可就放心了。要不是你研发那码事儿，其实啊，我们大家更主意你来学会，带领我们。说什么我没听清，但意思我懂了。我们捧的不想要太强的，就怕他自己的想法太多了，不太好。握公道杯的手，如果太弱了，就容易拿不稳，拿不稳就分不均。既然是希望大家都茶满粥满，过得更好，那自然是要分均了，这样长久。初次见面，这杯茶敬大家。咱们该办的事儿就开始吧。老爷，其实咱们内部都没意见，只要是您老朋友那头没问题就行。是。你们要是都没意见，那就表个态吧。我算是我。这么热闹的茶会，也不知会一下我这老头子。怕不是嫌我年纪大，跟不上你们的步伐吧？真没想到，在这里还遇到一位老熟人。好像也没那么熟吧。不过是年少无知的时候，有过一些交集罢了。